李毅说是挑个点适合这个情人节读的信，我看看适不适合。蛋大师，我每次谈恋爱都会出轨2次，不多不少，正好2次。年少时代就不提了，说说最近的吧。我跟前男友在一起了5年，他比我小4岁，超级富二代，异国恋。他在美国，我在加拿大。期间我因为不甘寂寞，跟一个喜欢我好几年的同学，还有一个本地人吃过牛脆脆。后来因为3个月没机会跟前男友见面，就分手了。分手后2个月，我又遇到了俄罗斯前任。天雷勾地火，轰轰烈烈，以为我的灵魂伴侣终于出现了，并且要结婚了。这是我唯一一次没有出轨，不知道是不是在一起时间不长的原因。结果3个月前他跟我说分手了，我崩溃了，到现在都还没完全走出来。想问问蛋，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因果报应不是。当我要安定下来，真心不图钱不图利，只是单纯的爱上了这个人的时候，上天就给了我报应啊！不是意外，是不是这一切都是因为因果循环？我最近开始修心，看了很多关于灵性成长的书。内心丰富了很多，但是就在想是不是因果报应。少看吧，这些书少看。可是我之前虽然出轨，但也都认真对待了每一段感情。且一直觉得是对方的问题导致我放弃。那肯定，对吧？百因必有果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很困惑，想问问蛋总，是我内心还不够丰盛，无法本自具足。我就跟你说，这些书你乱七八糟不要乱看，你这句话就不合逻辑，也不合这个本自具。你知道什么叫本自具足吗？是我内心还不够丰盛，无法本自具足吗？什么叫本自具足？你这学了，你这是这么用的吗？真的乱看，不要乱看啊！你还不如买点那个经济学看看呢。本自具足的意思就是它本来它就是完满的啊，然后你还说是我内心还不够丰盛吗？不是，是你内心里头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。本来完满的自信，本来完满的这个心，被你心里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遮蔽了，那就不是还不够丰盛，是太丰盛了啊！你买个佛学入门听听吧。你这本自具足这词儿不能那个乱用了啊！佛学入门听听，了解一下本自具足到底怎么回事。我一个人在国外很难受，太好了，不是最近在修心吗？修吧，听课修啊！别看那些什么玩意儿了，什么灵性成长，别灵性了，别成长了，就佛学入门吧啊！一个人在国外很难受，没人可以说，想问问蛋的看法。等我回国了，一定在小卖部哭进货。哎，行，你就是别乱看这些乱七八糟的，你听点这个正经的。
别乱看，人这个是很麻烦的。我为什么其实有很多朋友让我之前老让我推荐一些，比如说佛学啊、什么这个哲学啊什么书，我都会比较慎重。这个有时候吧，有的时候呢，书呢、知识呢是没什么错的，但你正处在一个特别混乱的精神状态里，对吧？这个刀买回来本来是用来切水果的，你买回来扎心，是吧？刀是没有错的，所以我也不敢乱推荐。然后呢，有的时候有的东西它就本身那个书啊它就有问题，所以就更不能乱看啊。我觉得这佛学入门是比较好一点的。就是你看你这灵性成长这4个字一出来我就头晕。我看是这么说吧。我最近看了很多关于灵性成长的书，内心丰盛了很多。就这些用词啊，就太灵性成长、丰盛。来个教你内心丰盛的书里，突然又是来了一个本自具足，就乱的。这书肯定是乱的，那知识体系都是乱的，就是人看了就全乱了，全完了。本自具足，它不能在这里面这么用啊。听听这佛学入门还好一点。这个佛学入门是那个，我为啥特别就是每次推荐的，就推荐这个，就佛学入门它是从这个佛教史的角度，然后给你讲这个佛教产生的背景，每个发展阶段的背景啊，那些人，包括释迦牟尼也好，龙树菩萨也好，这些人具体的讲法的人、传法的人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？包括这个本自具足是哪来的呢？坛经、慧能、禅宗、六祖慧能啊，禅宗里的词儿，本自具足。哎，不会背了，是年纪大，以前还会背。这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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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什么什么什么本自，就意思就是自性是本自具足的。但是呢，你要看这个，你要佛学入门，你对这个佛教史有了解的话，其实这也是，我该怎么说？别我悠着点，别得罪人。我想想啊，我个人理解吧啊，我个人理解啊，就是禅宗啊，它肯定跟最早的释迦牟尼的那个原始佛教啊是相去甚远的啊。佛祖上来就是说的是无我是很重要的，是一个相当的出发点的说法。但是这个慧能呢，就说本自具足啊，说不是无我，是你就本来就什么都有，这不蛮拧吗？但我都很喜欢，我觉得都有道理，都挺好的，说的都挺好。你要想了解的话，就整个佛学入门听听啊，可以了解了解。我刚刚这个说法我是这么觉得的，但是也不是说，可不是说光我这么觉得，这很多人都是这个，包括研究佛学的这些老师啊也好，还是真的一些出家的朋友，很多这是已经历来一个很久的，这个说法吧，咱们就理解为，这禅宗这是超级无敌的改造了的佛学。但我们其实最早开始接触不都是吗？心经、金刚经、坛经，
就很精彩嘛，很有意思。那些公案一听，啊，感谢艾比送的礼物。所以很多东西你单看一句很玄妙，说本自具足什么意思，是吧？你就觉得但是它这个佛学它就很厉害，它这个句子啊就特别有力量。你看这4个字本自具足，你看你要是没有前因后果，你哪怕就是不知道，你听一下你都觉得，哎，好像是吧，就值得，好像要想一会儿，感觉就心灵受到一个小小的冲击。它确实每句子都很美。但我为什么老推荐这个佛学入门呢？就你要了解了它整个这个前因后果，整个这个发展史，就这个佛经从最开始是怎么写，到后来是怎么回事，不影响你欣赏它的哲思的那种美感，心灵上的震撼，但与此同时，也不至于把你给震糊涂了，就是不至于说一棒子来了你就傻了，是不是？是吧？也不至于，还是就能那种理解之后的欣赏啊，不是那种稀里糊涂的傻了，是吧？你们去过那个灵隐寺吗？灵隐寺有一个，那个叫什么叫殿嘛，还是堂啊？这里头全是匾的那个，特别来劲，就是明心见性，狮子吼，就全是那个字儿，这书法也特别好看。然后好像旁边就是那个济公的那个什么，我印象中啊，紧挨着旁边就是济公的那个，这词儿用不对了，就叫殿吧，应该。哦，道场，对，是，我也忘了。这就是你一看就是很震撼，那玩意儿就是很震撼，就看那几个字就非常震撼。回来再读读书啊，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为什么禅宗公案，这禅宗这怎么公案里的人都这么说话呢？是吧？说你从哪里来？你干什么去？说我喝茶去，什么意思？你从哪里来？说我从来处来，怎么都这么好嗑呢？很有意思，很好玩。我最开始就很喜欢，就是小时候看这些就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是那种机锋啊，打机锋，那些公案很好看。但后来多看看这个，还是多看看这个，就是思想史，多了解了解他们的前因后果，更好玩。你说哪吒也有关系啊？那我们今天这不也有哪吒吗？哪吒，这形象三头六臂，这也是其实是从印度教来的，从印度教进了佛教，最后又从佛教里进入了这个《封神演义》这种故事里，传说故事里，是吧？哪吒他爹李靖，毗沙门天王，唐朝的时候呢，老打仗。其实从魏晋南北朝的时候，就是佛教在汉传大流行嘛，然后那个时候老打仗呢，这个就是毗沙门天王就是李靖的原型吧，就说是这个战神。这老打仗呢，这个唐朝的军队就特别的崇拜、保佑嘛什么的。
然后当时李靖也是一个战神，真战神，说活战神。哎，最后他们的形象就变成那个，就最后就变成保佑平安的。就你看李靖就成了这个毗沙门天王，就四大天王之一，托塔天王。然后他的三儿子哪吒，这都是思想史、宗教史，就很好玩。李靖太猛了，太猛了！就看那个，就看那个历史书，都跟看那个，就跟看电影似的。他这么猛吗？尤其是已经有一个李世民了，你觉得像这么猛的人，怎么还有一个呀？这么猛吗？都太猛了！感谢小曹在猫本啊！欢迎大家点关注啊！欢迎欢迎！我和前男友在吃饭，恭喜恭喜恭喜！让前男友给你买点热脆脆。快把手机递给他。我刚说到哪儿去了？哦，对，我是这个刚刚这个来信，这个朋友，这一个这个什么灵性成长、内心丰盛，给我整麻了。你好好的佛学入门一下吧，别老整这些。这个书吧，是吧？这开卷不一定有益，咱们还是那个安全一点，不要想啊，这还什么叫因果报应上了？因果报应也不是这么理解的啊。你要非要用因果报应来理解呢，姐妹，你说你以前这个每次恋爱都得出轨2次，现在终于爱上一个人，他跟你分手了，你觉得是不是因果报应？你要喜欢用因果报应思考这个事儿呢，我觉得这个对因果报应就是佛学里比较好，对我们人生有帮助的，就是只看因不看果，就只种善因不问结果。所以你也不要再想这是不是因果报应，没有用。就你下次谈恋爱的时候，你好好谈，你做人做一个好人，种下善因就行了。这已经发生的事儿，有啥用啊？你想它干啥呀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菩萨为因，凡人为果，是这么说的吗？是吧？大概这意思。你就是对吧？你就只管种善因就完事儿了，你就别管那个结果了。我觉得这个佛学是有很多智慧，我反正这个我觉得就对，这很有智慧，对我们的人生反正对我的人生是很有帮助的。这发生的事就不想啊，你就想下次做事的时候做点好事就行。哇，啊，等一下啊，咱们一起审个片儿吧。我拍了一个，这个明天要出去打个工，拍了一个预热视频，看看，说要发布。看看吧，这小卖部太厉害了，你海外万通了，但见面，我是杰克，你尚未谋面的金主朋友。
别客气了，别客，金主朋友。剪的这么浮夸吗？好多特效啊！度假还好吗？行吧，收到你信之前都挺好的。我在国内已经这么多特效了。听闻你的小卖部许久没开门，有些想。15号晚上正月18，谐音正要发。明天我要出去打工直个播。不能错过，请带上小卖部的朋友来我的直播间一起发大财。明天啊，明天大家那个。明天8点啊，帮我那个撑场面，在那个抖音别克说到车，你有驾照吗？直播间，行，啊，发吧。皮一出来提醒我说：“你别看了，这个不在小红书发。”对呀，不抖音吗？咋了？没事吧？不能提吗？能提吧？别克明天在抖音可以提吧？啊，不能提啊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哇，画的真好。哦，哇，哦，好精彩啊！啊，什么都没有发生啊，朋友们。明天我将在其他平台8点钟有一场这个直播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好，这个不能提。好，对，哦，我没反应过来。啊，好，我错了，我的不好，懵了呀。不是，他这个发了一个，我以为一会儿就会发在这。好，我错了，不严谨了，都是我的错。对不起，李烨，又给你的工作增添了一些困扰。当然买牛脆脆吧啊！今天这个2罐牛脆脆送1袋奶帽，小奶帽是酸奶奶帽啊，之前你们可能还没吃过。2包那个三罐这个牛脆脆是2包酸奶奶帽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老包装，我们打算把这个汉尼姆厂要把这个老包装给它卖光啊，所以要做这个活动。肉还是那个肉，大家可以冲一冲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感恩，欢迎大家，我这没事就接着读信了。但你好，我谈恋爱了啊，恭喜！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恋爱。男朋友条件很好，很爱我，最近频繁跟我提起结婚的事都被我含混过去了。其实我也很爱他，也想过要跟他组建家庭，但是我有一些隐痛，越爱他就越不敢跟他说，非常的不知所措。事情是这样的， A 面看我是养尊处优的白富美，但是我还有见不得光的 B 面。我青春期的时候因为父母离婚，跟着母亲再嫁，母亲生了弟弟后一不顺心就打我出气，往事太过沉重，我也不忍回忆，就不细说了。后来实在受不了重组家庭在精神和肉体上的暴力，我就离家出走了。其实说是离家出走，但其实也是某种意义的扫地出门。几经坎坷，认识了现在的金主。
目前为止已经10年，这10年一直都是他在养着我。我和金主的情况是已经很多年没有住在一起了，但是经常一起吃饭聊天，有频繁的经济往来。我们之间的关系或许已经超越了男女之情。他给了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和持续不断的供养。如今金主年纪大了，也一直跟我说，遇到好的对象就要赶紧结婚。啊？啊？不是你几岁离家出走的？这合法吗？这玩意儿？我青春期的时候，父母离婚再嫁，受不了重组家庭，离家出走。啊？他不可能照顾我一辈子，但我因为早年经历已经对婚姻和家庭彻底失望。本来打算就这样一个人浑浑噩噩的，能活一天算一天，赶紧把这辈子过完就算了。结果遇到了我现在的男朋友，他真的是个很好很好的人。他的出现让我麻木的灵魂再次生出了渴望，让我意识到人是需要爱与被爱的。我感觉自己不再是一片暮气沉沉的废墟。和金主说了，这个金，你平时就管他叫金主吗？这个金主这个词儿怎么这么不对劲儿呢？他替我感到开心之余，又跟我说千万不能让男朋友知道我的过去。以男友的家世和身份，肯定不会接受过去的我，并表示他愿意扮演我的父亲。等等，你们先别动，你们都别动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，你们先。这是真的吗？啊？这能对吗？别着急啊，别慌啊。我刚刚给你发去的这封信是一个人给我写的，你帮我判断判断，这是真的还是编的？是这封信是真实发生的概率有多少？你计算一下。仅从文字内容很难准确判断这件事真实发生还是编写的，无法计算发生的概率。不用你说啊。情节逻辑有合理性，从原生家庭的不幸到遇到金主的经历，再到如今新的感情，整体情节在逻辑上有一定的合理性，在现实生活中也可能出现类似的人生轨迹。我跟你说，这个 AI 主要还是废话小天才。我跟你说，可能也有编造的方面。故事包含了父母离异、重组家庭暴力、被金主供养等等戏剧元素。现在的生活中，一个人集中经历这么多戏剧性事件的概率相对较低，这可能会让人怀疑其真实性。
我真觉得是假的，我希望是假的吧，首先是吧？我个人首先我希望它是假的吧，我再看看啊，哎，我真头晕呢。不是前面吧，我还能那个什么，这儿我真是有点绷不住了呀，并表示他愿意扮演我的父亲啊，帮助我顺利嫁给他。但我本能的接受不了，我没办法就这样把那些伤痕累累的过去一刀砍下，从此封存。这样做的我和我妈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我内心深处也无比渴望男友会接纳全部的我，而不是如今这样一具精致华丽的空壳。是不是有疑点？精致华丽的空壳有没有疑点，朋友们？我不想欺骗他，又怕袒露伤疤后他得知了所有的真相，不再像原来一样珍视和爱我。男友也发现，只要一提起结婚，我就心事重重。他太聪明了，我不敢试探他，只能小心翼翼的拼命遮掩。我怕他看到我单纯的外表下包裹着不堪，会离我而去。事到如今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到底是应该坦白一切，还是听金主的，抓住机会先嫁给他，以后再说呢？是不是有疑点？这句话我感觉就有疑点。再念一遍啊。听金主的，抓住机会先嫁给他，以后再说呢？有没有疑点？有疑点啊！我好怕撒下一个谎之后需要无数个谎来圆，也害怕伤害到如此爱我的他，更怕自己也因此受伤。好吧，我就是一个既要又要、贪得无厌的女人啊！这太难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向他诉说那些满目疮痍的过去、破碎不堪的人生，这所有的所有？有没有疑点？哎呀，思来想去，二者好像都是在赌，而被迫上了赌桌的我，好像无论如何已经不可能全身而退。疑点啊 ，AI 判断不出来，我判断了，98%是假的啊，朋友，如果是真的，你再给我来一封信，我现在就判断了98%是假的啊，假的，假的，假的。首先，一个情感这么复杂的一个之前的这个男的，就用金主来称呼，疑点一啊，疑点二，他想让你嫁人，归嫁人，但是说这个抓住机会先嫁给他，以后再说，不对的，这不合逻辑，不合人之常情，不对的，啊，比较假。大哥你好，我想分享一下我被分手的感悟，没有任何征兆，对方突然不回消息了。我头天还以为是他有事儿，第二天我就整明白了，他不敢说分手，通过这种冷暴力的方式表达分手。我没有再打扰他，给了他体面，给了他体面。该懂的道理我都懂的，包括但不限于：一，他连分手都不敢说，要么是胆小，要么就是给自己留余地的垃圾。二，时间会治愈一切，慢慢熬就好了。三，我还问了 DeepSeek， 想看他的动态的时候就转移注意力，做10个深蹲，写下他的缺点是什么。这不我说的吗？这 DeepSeek 怎么抄袭我的？这不是我说的吗？
我说的是做平板支撑啊。想念他是最容易的事情。上班的时候思路一出个就滑到了，他会觉得愧疚吗？这样不好，但是我不想太苛责自己，人之常情。我心里还在希望他来找我，但是我知道就算这次好了，下一次还是会这样，因为他就是一个垃圾，闻不着臭吗？这又不是第一回了。DeepSeek 说今年我桃花运很好，这人工智能怎么？人工智能说起吉祥话还比我还啊？啥你又知道了？今年他桃花运很好，我看我看也还行啊。怎么刚开年就这么难过呀？对呀，你这个没有开年的难过，你桃花运怎么好啊，姐妹儿？你没问问 DeepSeek 吗？这逻辑顺吗？DeepSeek 说你今年桃花运很好，怎么刚开年就这么难过？好生气呀！不是你开年这个手不分，你今年桃花运怎么好呢？要不我说这个人工智能还是有瑕疵啊？不对啊，这不是人家人工智能说的，你理解理解呀，你啊。但你可千万别说什么桃花运好，这是坏人给好人腾地方。为什么剧情不能是我脚踏两条船，然后把垃圾踹下船呢？啊，你是这么理解桃花运的呀？哦，那样我就不会难过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说命运呐！哎呀，by the way，我在二手玫瑰的现场还遇到过你，那时候呼兰还没上电视呢。我觉得你俩长得真挺像的，都高高的，耐看型，耐看型，耐看型。一个女生说一个长得不怎么好看的男生是耐看型，这其实是什么意思呢？可能有以下几种意思：一，委婉表达看法。AI，这一委婉的表达看法啊，避免直接说出男生不好看，照顾对方的感受，减少尴尬。二，关注到了内在的魅力。三，有一定好感。四，这个四太绝了。四，单纯的客观评价，即认为男生虽第一眼不惊艳，但确实属于越看越好看的类型。我真谢谢你，你这都从哪儿学的？这都什么呀？我满意，我没有对你的回答不满意。你不错不错，就是太幽默了，没想到。很高兴能博你一笑。我应该很难喜欢上新的人了，我不太容易相信人。我搜了什么剧本杀、交友软件，我都觉得有点离谱，没办法敞开心扉。我现在需要一个每天都让我有成就感的事情。哎，我还是太懒了。想念那一袋垃圾是最容易的事情，我得干点别的呀。写到这里突然有点胃疼。我还是喜欢他的吧，我甚至相信他也是喜欢我的。虽然他是一袋发臭的垃圾，我好倒霉，我不能再倒霉了。如果读到我的信的话，我会觉得有成就感，也会让我转移好几天的注意力的。我好可爱呀！呜呜呜呜呜啊！爱你。怎么是这么个收尾呢？什么？这是怎么转过来的？如果读到我的信的话，我会觉得有成就感，也会让我转移好几天的注意力。我好可爱呀！呜呜呜呜呜！
行，我觉得啊，姐妹儿，我觉得我今天我这个刚开始我确实说话有点不负责任了，掐指一算还是不行。关键我这本门学的是测字，我测完这封信，我测完这个字，我觉得你今年这个桃花运应该是会好啊，没什么大问题，是不是？可爱人必有可爱之处啊，今年一定会有人爱你了，好不好？去吧啊！嗯，玄学主播没有，我一直都是测字的，这不是玄学，就是测字嘛，我只是测的字比较多。